中文环境是不是很重要？如果你想知道中文环境是不是很重要，你只需要把它拿掉，没有中文环境了就不能学了吗？对吗？或者我给你中文环境，可是还是不会说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通常观察到的，已经在中文环境，已经在中国，但是却还是没能够自如的来进行对话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在他们的工作中，他们是不用中文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在日常可能去买东西啊，日常对话可以，但是在工作中他们是不用中文的。第二个原因，可能很多人虽然到了中国，但其实在表达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高的期待。因为你想啊，请你试着换位想一想好不好？你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、6年了，你也通过了 HSK5了，可是你一说话就错，你会不会很责怪自己呢？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，我生活在法国12年了，如果我说法语的时候还犯错，有时候会忍不住的责怪自己，但其实完全没必要，对吗？因为一旦你开始责怪自己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不说，你不说不就没有练习的机会了吗？没有练习的机会，那中文怎么提高呢？对吧？所以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逻辑在里面，对吗？那反过来说，那学语言是不是一定到了中国你才能学呢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学员当中有多少人是不生活在中国的？有很多很多人生活在其他国家，但是他们的中文一样说得很好。诶，那这些人有什么秘诀呢？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当他们不再害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错误，而且他们主动去找这个环境，任何环境，可以是聊天，可以是看电影，可以是总之把自己放入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有机会和中国人来对话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大家可以通过 Zoom 线上会议，可以通过手机电话，这些都是可以对话的机会，对吗？因为即便你到了中国，我们也不是天天就能跟朋友面对面聊天的，我们一样也是电话会议，用这个线上会议，然后用手机打电话的方式，对吗？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么看待的话，你会发现在中国确实会有一些优势，你在一个中文环境里确实有一个优势，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，对吗？好，我来看看啊。我们的安杰说：“我在海南时和本地人说话，他们说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懂。当时我以为学的中文是假的，让我感到很伤心。但是和北京人说话的时候，发现不是我的听力不好，而是我对本地人的发音不熟悉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刚到广东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还有去贵州，司机跟我说话我是听不懂的，特别费劲。但是我发现作为母语使用者，我就不会说：“哎呀，我的中文怎么这么差？”我会觉得他说方言，我听不懂，我又不在这里长大，这很正常嘛。那怎么办？母语使用者的策略就是猜呀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慢一点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哦，是这样子，明白了。所以尽量的放慢你们对话的速度，用肢体、用表情猜。所以请大家自信一点，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说的不好，是因为我学的不够努力，不要陷入那个循环啊。你听不懂，有很多原因，把中国人放过去，他也听不懂的，也会听不懂。但是我们有一项技能，就是猜。